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保健食品，它强调就是天然的酵母 B 群。我会发现说，在这种天然酵母，它可能相对浓度比较低，结果它吸收度比较高。对，像是现在的流感，还是说像 COVID-19， 我发现说它有在补充 B 群的朋友，它有可能好的速度反而并没有加快。我们在提升活力，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能量运作代谢的第一关，就是我们的。但是 B 群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最常会用在的是我们的神经的髓鞘的修补，让我们的神经传导会比较正常，所以让你其实是该醒的时候醒，该睡觉的时候能够放松。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我最常听到朋友说，哎呀，精神啊、体力不好啊，要吃 B 群。但是其实 B 群呢有 B1、B2、B3、B5、B7。B9、B12，就是有这么多个 B 群，那到底应该要吃哪一个呢？而且大家仔细想想看哦，维生素 B 的功能，它只是在协助身体把食物转换成能量。但是如果当你熬夜工作，透支你身体的体力，但是你没有能量的时候，就算吃 B 群补充它呢，它还是需要你多吃一点食物，它才能够转化这些能量，提供你身体这个热能。所以其实说吃了 B 群之后呢，你还是要吃食物，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保健食品，它强调就是天然的酵母 B 群。那难道我们在一般的食物当中是不能吃到这些东西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朱义之中医师。朱医师您好。 Amber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请问一下哈，现在就是我们在坊间真的蛮常看到很多就是天然酵母 B 群。对，那这跟我们之前在吃这种 B 群，应该就是属于化学合成 B 群，它的概念上是不一样的东西吗？他们是可能会把它想成我们希望可以吃的是比较偏原型食物的概念。还有说我们在自然界食物里面的原形态的这一些维生素 B，所以这些 B 群它其实在我们合成跟我们说天然形态里面，它有可能它的结构式，或者说它的一些combine的一些共价的一些部分会有点稍微的不同，但是原则上其实是一样的。那它有什么优缺点啊？我们的这种天然酵母 B 群，它是一般是标榜天然嘛，所以它是比较偏原本的食物形态的结合形态。这种结合形态，它第一，它也可能是一个吸收率其实是会提高的。吸收率。然后第二个，可能它价格可能会高一点，因为它会比较偏，我们可能要吃更多量才会达到说我们的一些想要给它的剂量。是。那这样子化学的会对身体有害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突然讲到要吃天然的呢？我们化学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比较多的一些赋形剂、稳定剂，甚至防腐剂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不是只是单纯吃到 B 群，还吃了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有可能会吃到，但因为现在的部分会有一些是胶囊，有些是定剂，所以它里面的一些稳定剂会稍稍的不同，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疑虑的话，有可能会考虑的点会不太一样。您的意思就是说，化学的它的浓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天然相较低，所以我们要吃多一点嘛？那所以是不是说补充高浓度的会对身体会比较好一些？我们假如说刚刚讲的这种吸收度，我会发现说，在这种天然酵母，它可能相对浓度比较低，结果它吸收度比较高。对。那在我们的这种化学合成的，它是比较浓度很高的，反而吸收率会降低。那这种奇怪的，我们现在医学发现的这一个，其实跟我以前学到中医的一个想法上面有点不谋而合。我们一般说，他现在比较虚弱或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要吃粥，要吃清淡一点，不要吃炸鸡，不要吃补汤，不能进补。它有点类似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我们的饮食入胃。入了胃以后，它去消化吸收，它会透过我们的阳明胃经，会往上，会走到我们的左胸下的虚里穴，会入到我们的肺的脏腑。肺的脏腑去把它运作以后，再把它从我们的眉心
旁边的这个攒竹，从这边去走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去绕我们的后背，一直到我们的脚底。它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素的气的循环。到我们的后背这边，我们的背为阳气比较重的地方，就是能量运作功能会比较旺盛的地方，也是因为我们的背部这边有很多的腧穴，这些腧它就是在交通我们营养素进入我们到脏腑跟出来我们的脏腑的一个通道，从这边过去，然后从这里进去到脏腑去补充营养。对，但是它其实是气的循环哦，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营养素在运作，它是走气耶，不是在血哦。那这跟浓度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些营养素，它在这个气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的这个过程呢，有点像是我们的渗透原理。这个渗透原理就是说，我们在浓度低的地方的水分子会往浓度高的地方前进。对。那我们在中医在看的这一个水气在运作的过程，营养素在运作的过程，它要给细胞吸收，它也要透过像这个气，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溶剂，溶剂要从浓度比较低的溶质里面往浓度比较高的溶质里面去穿梭，这个水气就会带着营养素往身体里面进来。我们吃很浓的东西，反而会比较不好吸收。所以我们吃高溶剂的东西了以后，反而它不是往身体里面送。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们吃了高浓度的东西以后呢，我们身体会好像会把身体里面的水分往身体外面拉，把它拉出来以后，再一起去平衡以后再吸进去。你有没有觉得更耗能？原来是这样，有比较懂一点哦。你现在吃了一个很浓的东西，身体有可能会有点像脱水。那它脱水出来以后，然后身体还要再把它吸回去，你不觉得身体会很累吗？所以这就是您刚刚说到，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呢开始推向天然 B 群的原因，除了它的那个天然以外啦，再来就是高浓度跟低浓度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对，会有点落差。那在中医的想法，但是这个会很明显吗？你假如说一般人不明显哦，你假如说是比较偏虚弱体质，或他现在有可能是生病状态，有可能他就会觉得，奇怪，他比较容易吃到这些浓度高的会拉肚子啊，他就有可能说吸收不进去。虚弱体质的人，他精神不好，他本来想要靠 B 群来增加他的活力，结果反而更糟。有可能。那我们刚才提的是说比较偏天然跟化学，对不对？对。所以在这种比较偏天然的一个部分，它可能相对的结合形式，还有它的浓度相对没有那么像化学的那么集中，也许它反而可以提高吸收率跟可利用率。那是不是其实在使用 B 群上面还有一些族群的人其实是不适合使用的呢？急性胃炎啊，或急性的肠胃疾患啊，有些在住院的患者，他可能用打的，有一些点滴形式。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有可能它比较偏风热型的感冒，像是现在的流感，还是说像 COVID-19， 它会比较偏干咳、喉咙痛，比较偏这种形态的。那我发现说，他有在补充 B 群的朋友，他有可能好的速度反而并没有加快，反而有变慢。反而我提醒这些患者先停止使用 B 群，发现他的修复能力跟恢复力反而是比较快回来的。为什么？像我们在针对比较偏热性的疾病的话，第一就不能补。忌补，所以我们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用到什么人参啊、黄芪去帮它补气，反而越补越火上加油。那我也发现，在我们吃这种 B 群的话，也会有一点这种效果。医生，那假设说，今天这个人他就是想要提升他工作的活力，那在中药上面的话，你会是从哪个方面去做下手？我们在提升活力，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能量运作代谢的第一关，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脾胃。那第二个就要看你有没有真的有足够好的休息，让身体恢复跟 return， 就是中医讲的肾的系统。
脾跟肾。那这两个，一个肾就是先天之本，爸妈好像就给我们本来的一个生命活力状态。第二个就后天之本，就是脾胃要靠自己去调整跟补养的。那这后天跟先天两个，它会互相的去协调，跟互相的去滋养跟滋长，所以就可以一直让身体的活力源源不绝。所以医生，你就是说提升我们的活力，第一个还是跟吃是很有关系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说，就算我们吃的 B 群，还是必须要有吃食物，因为 B 群才能够去帮助那个食物产生更多的热量给我们的人体，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概念。我们的 B 群的话，我们叫做辅酶。好，所以它其实是会去帮助我们身体的酵素的一个运作，帮助我们的酵素表现得更好。对，所以这些酵素要干嘛？要来消化，或者说运作我们身体的这些，包括能量代谢或第一关的消化吸收，都是需要靠这些酵素。但是 B 群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最常会用在的是我们的神经的髓鞘的修补。哦，对，是让我们的神经传导会比较正常，所以让你其实是该醒的时候醒，该睡觉的时候能够放松，所以其实它也是算是一个去让我们身体一个维持平衡，或者说调节我们身体一个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微小的因子。而且刚刚医生有提到另外一个要提升精神有活力的话，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睡对时间，对，睡够不够？对，我们中医在说的这种睡眠呢，我们在晚上的11点之后就子时，它是在跟我们的胆经或者说我们的胆这一边的修复会有关系。那1点到3点是比较偏我们的肝，所以肝胆去把我们的身体代谢废物带掉，跟修复能力都要靠这2个。早上几点起床？早上一般我们其实是古人的话是5点哦。我们在晚上11点，早上5点，这个在道家里面，其实它就是在调补身体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息方法。医生，我这边听到了一个重点，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早上早点起来其实是补阳、补肾阳，所以其实像大家会很晚起床，他就补不到那个肾阳了，反而精神会不太好，可以这么说吗？有点像，但是它有点像是我们的身体跟外界的一个一致性。所以在早上5点能够起床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说，我精神状况其实是比较好的。你假如说你有时候会有点赖床赖到可能9点以后就怎么好像睡不饱，然后继续昏迷，一直睡到11点，就觉得越赖床越想睡。对，所以早起也是可以增加自己精神的一个方法。对，而且不管你几点睡假如说像我以前，假如说也是12点以前就睡，你一样给他睡到12点，你还是会觉得很累，很奇怪，对不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早起去跟我们的大自然做一个共频。好，那我们假如在5点能够起来，有点像跟它呼应，我们也在承接这个阳气的一个启动，反而这个早起承接阳气是蛮重要的。哇，真的听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医生，我超喜欢我这个节目的名称“健康养成”，因为我觉得真的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然后你持之以恒去把它养成这个习惯。对，所谓持之以恒其实是最困难的。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提供我们这么多这个提升精神的方法。那除了大家补充 B 群以外，还有像刚刚医生讲的吃得好啊，睡对时间睡得好啊，还有早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提升精神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运动，就是在一天可能工作得很辛苦了以后呢，你可能去做一点小小的运动，你就会觉得下半场你还有更多的精力来做更多的事情。是，对。好，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来做4分钟的塔巴塔运动。